以前我去见了一个酒吧的主理人，我们当时在聊到品牌运营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就讲了一些我很受触动的跟品牌有关的故事，或者说跟品牌打造有关的故事吧。就是我曾经在某书上面刷到一条视频，这条视频呢是一个咖啡店的主理人他拍的。那视频里面的内容就是他在跟一个法国的嘉宾在聊天。那通过这个过程，我就知道这个法国的嘉宾是一个很厉害的设计师，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呢，也把这种影响带到了他的国家。就是我可能叙述的不太准确啊，我就靠我的记忆把这件事情给讲下去。就是他应该是在他的国家那边有一个设计案子，那在设计这个案子的时候呢，他就把中国的白素贞还有青蛇相关的一些理念用在了他的那个案子上。他那边设计的应该是一个公园还是什么，就是我当时应该是看到了他设计的那张图，我就觉得，哇，如果这样的设计用在我们中国这边的公园，其实也应该很不错。但是我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在公园里面做了一只蛇，好像是在就是公园里面不是会有那种小孩玩的那个滑梯嘛？我不知道是不是设计了成了这个样子，还是说我基于当时的记忆，然后再进行了想象。Anyway，反正这个视频呢，就把这个设计师，结合他深受影响的中国文化，还有法国背景，就是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去讲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一方面，我是通过这个视频了解到了嘉宾的一些事情，同样的，也让我对这家咖啡店产生了，就是我看视频的时候，我没有去过这个咖啡店，但是我那时候在想，我一定要去这个咖啡店看看。就是他用这种叙事把我吸引了过去，然后当时我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吧分享给了那个主理人，但是他当时的反馈是说，其实他的客户也跟他提过这个想法，就是他其实有很多国际客户，会有很多比如说对中国的自然酒感兴趣的人，那这些人他一定是会有一些故事的，同样的也有可能对酒吧里面的某款酒有自己的偏好。我当时也问他，为什么他不选择把这些客户的故事讲出来呢？如果他可以把这些故事都放在自己的社媒上，那对自己酒吧的品牌打造来讲，也会有就是一定的资产价值存在嘛。他当时说的是，他不想做那些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所以他也在寻找一种就是能够让他看得到近期回报的视角。但当时我确实没有想到这种视角是什么，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如果想要打造品牌，想要站稳叙事的，就是拥有叙事的一片视角什么的吧，那这些内容就是必须得做的，因为长期积累下来，它还是会有它的长尾效应在的嘛。当时我确实没什么想法，但是刚刚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比如说他的酒吧，他做的是卖酒的生意，同时呢还是卖店里面的氛围。那我就在想，假如说他的客户真的对某一款酒情有独钟，那是不是就可以邀请这个客户分享
跟这款酒有关的东西，然后这个分享可能会吸引到某一些人对这款酒产生好奇，那他就可能会来店里品尝这款酒。那来店里品尝这款酒呢，就是一个入口。他来到店里之后，会和吧台的侍酒师聊天，会和主理人聊天。那他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线下氛围，感受到了店里面的氛围，那他就有可能再来第二次。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模式发生几十次或者是几次的话，那对他来讲，他所需要的那个近期的回报就已经得到了。所以我刚刚产生的一个新的点子就是，如果说真的要邀请自己的客户去讲故事，把这些当成一种叙事资产留在自己的平台的话，可以选择把这个客户的故事跟店里面的产品结合，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故事包装这个产品，来吸引客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它的叙事或者说它的故事不是泛泛而谈的，而是有某一个具体的着力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技巧或者说方式不仅仅适用于酒吧，还适用于比如说冰淇淋啊，还有美食啊、饮料呀等等这些东西。就是只要是有产品的东西，只要是有线下店的东西，只要是有故事的客群，那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吸引那些潜在客群。哇，我突然觉得这个好有搞头啊！其实我也很想做这样的内容，就是如果说有人想要对某款产品进行营销，那我去感受一下这款产品它的方方面面，或者是感受这款产品所生产的环境，我就能够从浸润当中找到一些能够把这款产品就是更加双引号的有噱头啊，展示给可能对他感兴趣的人。我其实很想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做过，可能就只是对自己盲目的自大，会觉得我应该适合做这样的工作。就是我在感知方面还是挺敏锐的，就像我提到的那个故事，也仅仅是因为我某天在刷某书，突然看到这个视频，然后就觉得哇塞，这样的一个方式真的很有搞头。就是他既能够让他的客户感觉到，哦，我被这样的地方尊重着，我跟他产生了更深的连结，同时呢，又能够帮这个店积累了叙事的资产。除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之外，我还想到别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我在釜山的海边步行道上面散步，我走着走着就听到了 B.I 的歌，就是韩国那个金汉彬，那首歌是 Scenario 吧，对，是一首我在听之前其实没有太注意这一首歌，但是听到他的声音，你知道金汉彬的声音他真的很有辨识性，所以我在远方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这不是那 B.I 的歌吗？然后我就站在那只喇叭旁边，也不是旁边，就是我走的那条步行道呢，我的左手边是大海，然后大海跟我之间还隔着一栋，就是一排的那个建筑嘛。这些建筑里面有什么轻食餐吧呀、咖啡店呀等等的这些很精致的小店吧。然后我的右手边是山，所以我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听完了
Scenario 这一整首歌，哇，那个感觉真的很快乐。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哎，为什么这个喇叭会是面向山的这边呢？就是面向步行道这边，因为就是面向步行道、面向山的这边是建筑的后面，就是屋后的那个样子。它准确来讲，应该喇叭是放在屋前。屋前的话是大海嘛，然后跟大海之间还隔着一条路，那条路应该也是可以散步的。我就在想，它为什么不放在屋前，而是放在屋后呢？后来我想，就是其实步行道跟他们的店之间也是会有小路的嘛。那人们如果说被店里面的什么东西吸引，就会沿着小路走到店里面去消费。所以我在想，那个喇叭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就是它通过放音乐，然后吸引一些可能对音乐感兴趣的人前往他的店里面去消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设计，我当时就被这样的一个喇叭给震惊到了。其实我旅游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很多很多这样有趣的设计。暂时就不说这么多了，因为我打算把我所有的素材都写成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里面就会讲一些，比如说空间设计啊、氛围设计类似的东西。我觉得这就跟策展人有一点点像，就是用自己的品味去做内容。这个内容可以是我们所理解的文字内容，它也可以是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氛围。